少年的背上趴着一个妖怪，他在同学们惊讶的目光中，拄着拐杖一步步朝学校挪去，然后眼前一黑，晕在了路上。鲁屋花卉从不相信这世界上有妖怪，直到前几天开花店的妈妈拜托他去买一下晚饭的食材。花卉在回家路上不小心踩到了路边的玩偶，花卉以为这是谁家不小心掉的，于是用袋子挂在了栏杆上，想着自己做了一件好事，明天终于可以过上梦寐以求的高中生活了。这没想到那只玩偶突然活了过来，跳在他背上，怎么拔都拔不下来。花卉沮丧的回家，说自己被怪东西缠上了，但是妈妈居然完全看不见他背上的毛球，而且自从毛球上身之后，花卉的身体就出了问题，头痛、想吐、全身乏力，走路都摇摇晃晃的。而除了他之外，别人都看不见这只毛球。刚到学校的第一天，花卉啪叽一声栽倒在学校门口，等醒来之后已经放学了。他睡了整整一天，身体却没有丝毫的好转。花卉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妖怪缠上了。第二天，花卉刚迈进大门，又两眼一黑的不省人事。然后第三天、第四天，开学到现在，他甚至连教室的门槛都没摸到，而他的身体越来越差，身上的毛球却越来越大，这东西明显就是要杀了他呀！为了不以后在班级里孤身一人度过黑暗的高中生涯，花卉决定主动出击。在和毛球的缠斗之时，他不慎撕破了墙上的海报，而海报下面贴着一张除妖师的招募广告。虽然看着荒谬，但是为了摆脱毛球，花卉也只好死马当活马医，根据上面的信息打去了电话。接电话的是个名叫安倍先生的年轻男人，对方似乎也没想到会有人应聘。得知花卉的位置之后，他让花卉打开医务室的门，花卉照做，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。原本应该连接着走廊的大门，居然通往了一间茶室，里面坐着一位身穿和服的金发帅哥。而就在花卉踏进房屋的瞬间，背上的毛球突然缩小了。帅哥名为安倍晴斋，是这间怪物庵的主人。晴斋也不客气，直问花卉什么时候开始工作。结果花卉却说自己想拜托他帮忙除妖，晴斋当场变脸，就要把花卉赶出去。除妖就老老实实的排队，他的行程可是很满的，一听至少要等个10天才轮到自己。花卉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。晴斋让花卉留下自己的名字做登记，在听到花卉的姓氏是卢屋时，晴斋一愣，盯着花卉看了半天之后，突然改口表示现在就帮他除妖。他让花卉先从小门出去等着。花卉爬出去一看，门居然是通往天台的。而在离开了茶室之后，他背上的毛球再次变大，直接夸张的膨胀成了一座小山。花卉吓得手脚并用的往外爬，就这样下去，他过不了今天就得死啊！晴斋不耐烦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，维持着严肃的表情吹了一只沙滩排球。花卉以为那就是除妖的道具，但晴斋却一脸轻松的说这就是用来玩的。花卉脾气当场爆炸，因为晴斋一直在耍他玩。晴斋的眼神突然变得冷漠起来，果然花卉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。他事先声明，花卉会痛苦也好，死掉也罢，他都无所谓。他驱妖并不是为了人类，而是为了妖怪。晴斋温柔地摸了摸毛球，问对方要不要和他一起玩，而毛球居然真的离开了花卉，和晴斋玩起了球。毛球离开之后，花卉腰不酸了，腿不疼了，一口气能上8层楼了。晴斋问花卉知不知道毛球为什么缠着他，就是那拼命踢他的不曾离开。如果是怪花卉踩了他的尾巴，花卉现在早就应该死了。他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妖怪，生前是人类饲养的宠物，死后变成妖怪依旧要亲近人类，但是人类已经看不见他们了。人类无法看见妖怪，只要还逗留在现实，妖怪就是孤独的。因此毛球遇见了没有无视他的花卉之后，感到非常高兴，为了不再孤独才拼命缠着他，就算被打被踢也总好过被无视。花卉很愧疚，因为毛球的存在让他的身体变得很差，所以从没正眼看过他。他从没想过妖怪也会寂寞会开心，自然也不懂他们的感受。花卉问晴斋自己能为毛球做些什么，晴斋一愣，眼神变得柔和起来，让花卉也来一起玩。让毛球回到属于妖怪的隐士，就要实现他的愿望，让他变小。毛球过去扒拉花卉手里的球，意思是想要玩，能够尽情的玩一场就是毛球的愿望。花卉陪着毛球玩了整整5个小时，毛球终于恢复了正常大小。晴斋将手按在墙壁上念起了咒语，一扇绘着狐狸的大门缓缓打开，这就是通往隐士的入口。只有在那里，毛球才会有伙伴，不再孤单。花卉摸摸毛球的脑袋，不时地向他道歉。毛球红着脸蹭蹭花卉，花卉隐约听到了一声谢谢。之后毛球有礼貌地蹭蹭晴斋，走进了隐士的大门。大门关闭之后，花卉土下座和晴斋道歉。安倍先生其实也是个好人呢，结果听安倍说谢倒是不必，除妖的费用先付了吧，100万，交不起是吧？那就卖身打工还债吧。强卖，果然是个腹黑呀！花卉想拒绝都拒绝不了，因为晴斋收的根本不是阳间的钱。花卉要是敢欠钱不还，就让真正可怕的妖怪去讨债。虽然被迫上了贼船，花卉安慰自己总算能正常的上学了，但他打死都没想到自己后座的同学居然就是晴斋。晴斋睡了整整1上午，午休的时候才悠悠转醒，一只小妖怪跳上讲台。自毛球之后，花卉也可以看到妖怪。晴斋在没有委托时是不会驱除妖怪的，也让花卉不要多管闲事。他指使花卉去给他买午饭。排队的时候，前面一个女生突然跪在地上说自己的腿动不了了，只有花卉能看见女生的腿上趴着一只小妖怪。正义的伙伴自然不能视而不见，他把妖怪捏起来之后，女生的腿立马就好了。
围观的同学还以为花卉有超能力，花卉拎着小妖怪离开，突然一阵恶寒赶袭来，感觉像是被什么东西盯上了一样。小妖怪突然发出一声尖叫，紧接着无数小妖怪朝他奔来。惊诧正想着花卉怎么还不出来，就听到走廊传来一声惨叫，花卉被无数只小妖怪给缠上了，气得秦斋大骂花卉，他10分钟前不是刚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的吗？雇佣花卉是为了减轻工作量，不是来给他添堵的呀。秦斋关上教室门召唤怪物安，拽着花卉的领带往门里拖，哪怕只要指尖碰到就行。快被勒断气的花卉总算奋力够到了门框，小妖怪瞬间从他身上散开，围在门口不敢进去。爬进茶室之后，花卉本以为自己得救了，但秦斋却说花卉只要离开这里，还是会被那些妖怪缠上。秦斋一天只能打开2次隐士之门，驱逐完不知道猴年马月。见花卉失落，秦斋话锋一转，表示也不是没办法。那妖怪虽然小，力气非常大，是像公蚁一样的幼子，他们抓花卉就是应该把他带到首领的巢穴里当食物。秦斋让花卉留在这里，他就会小妖怪们的首领。花卉害怕自己会害得秦斋也被妖怪吃掉，差点哇的一声哭出来。秦斋沉默，花卉看上去真的很害怕，或者说这才是人类的正常反应。花卉和他不一样，他表示花卉不用担心他干这行已经很多年了。但没想到花卉见此居然主动要求成为诱饵，帮他找到首领的巢穴。除了秦斋是主要是这一点之外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不同。既然是他闯出的祸，他就要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决心很好，只是发抖的腿看上去没什么说服力就是了。秦斋答应了，就算是给花卉的第一份工作。花卉推开门，发现门外的妖怪聚集的更多，见花卉实在害怕，秦斋把一个吊坠给他带着，有些别扭的告诉花卉，在他被妖怪吃掉之前一定会去救他。被花卉戳穿是个傲娇之后，恼羞成怒，一脚把花卉踹了出去。然而秦斋刚追上被运走的花卉，就突然遭到埋伏在天花板的妖怪袭击，两个人一起被架在小首领的面前。不过对方并不打算吃了他们，而是想要打听怪物安主的消息。但是在首领嘴里，安主却是一只妖怪。秦斋打开现实之门，证实了自己安主的身份。虽然惊讶安主变成了人类，但首领对怪物安很是信任，希望秦斋能将他们送回隐士。秦斋和花卉把首领的孩子们放进门里，最后只剩下首领的时候，秦斋却把门关上了。首领让花卉好好看看自己的身体，他已经生根的现实无法离开了。那种东西叫寄生术，会缠住妖怪的身体，使其无法动弹，然后吸收妖怪的力量生长，是不治之症。首领努力活到现在，就是为了在枯萎之前将他们的孩子送回隐士。他感谢秦斋和花卉完成了他的愿望，他现在可以安心离开了。得知小妖怪并不知道首领会死这件事，花卉突然下定决心要砍断所有的根，无论如何都要把首领送回隐士。孩子们都在隐士等着他，他这样独自死去太怯懦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首领不想迎来这个样子的结局，就算身体被撕成2半，他也想和孩子们一起回到隐士，看着后代成长到能独当一面。但是寄生的树根就算砍断了也会不断生长，他根本无法离开这里。安美突然一把扯住花卉的领子，从给他的护肤里倒出一颗药，表示首领无论如何都想回去的话，他还有一个办法，吃下这颗药就能暂时削弱寄生树的力量，但身体会产生剧痛，有的妖怪甚至因为无法忍受疼痛而死。即使如此，他也要吃吗？为了能和孩子们在一起，首领下定决心吃下了药丸。在首领的惨叫声中，寄生树上燃起了熊熊的蓝火。好在最终首领靠着执念熬过了焚身之痛，因为虚弱，身体也缩小了。安倍打开隐士大门，却发现小妖怪们并没有离开，而是一直围在门口等着首领。首领庆幸自己没有放弃，他向2人道谢，并表示会在隐士帮他好好宣传怪物安。秦斋表示自己没做什么，全都是因为要和首领自身的意志才能扛过去。身为安主的他，却只能用这种方式送他回去。秦斋心中愧疚，让首领到了隐士之后去找一家叫归药堂的药店。之后首领带着孩子们离开，花卉也有些愧疚，自己除了嚷嚷2句也没帮上什么忙。但秦斋却说，首领能够下定决心都是因为花卉，不然他甚至都不会告诉首领有这个药，因为他很害怕。说着，秦斋突然一头栽倒在地，晕了过去。